诚意这份声明，真正的信号不在内容，在落款那4个字。我先抛个假设啊，假设这份声明一模一样的内容，一模一样的事由，不是诚意团队发的，而是换一个普普通通的艺人团队来处理同一件事，你觉得结果会一样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真不一样，差远了。事情其实特别简单，一句话能讲完。2026年6月2号，诚意工作室发了个维权声明，说有人在网上造谣他商务上的事儿，团队这回不口头警告了，直接取证，走法律程序，追责到底。就这么个事儿。但你要是只看到这一层，又一个明星发律师函，那这期视频你可以关了，因为你错过了真正有意思的东西。我太激动了，说实话，因为这份声明里藏的信号比他字面写的那点内容重要太多了。今天我就当个行业观察的角度，给你一层一层拆。咱们轻松点聊，但东西是硬的。行，先说回时间线。要看懂这份声明，你得先知道，诚意团队在防骗、护粉丝这件事上，其实一直有动作，是一步一步往上加码的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得倒回去几年。2023年初的时候，具体日子我得保留意见啊。凭印象说，大概1月份，有果就是诚意粉丝的自称被人骗了，对方谎称手里有诚意的亲签，拿这个去骗钱。你想想看，这种事儿恶心在哪？他是拿艺人的名头去割艺人自己的粉丝，被害的是谁？是那些真心实意支持他的人。那当时团队怎么处理的？没有干等着，直接发了兔签，就是带上收件人名字的签名，让果们自己就能打印，从根上让那种所谓的亲签骗术失效。后来到了2024年，又有粉丝被骗，团队又出来提醒，还开始定期给大家发电子明信片，等于持续的堵这个漏洞。你看，这条线一直在的。那现在2026年这份声明其实就是同一条线上的又一次升级，只不过这次升级的是法律武器。从发兔签防骗到电子明信片，再到现在全网取证、追究民事甚至刑事责任，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越来越成熟、越来越硬的护粉护盘节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一直在保护粉丝，为什么这次的姿态会让人觉得格外不一样，格外硬气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以前不够红呗。错，大错特错。这个逻辑听着顺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真正的原因是合约结构。你得理解一个事儿，在经纪公司体系里，艺人团队能做哪些动作，能做到哪一步，是受框架限制的。一份对外的法律声明背后牵扯多少东西？品牌方、平台方、合作方、公司的分成体系，每一个都是利益关联方。在那个框架下，我说清楚啊，这不是哪个艺人个人的问题，是任何艺人在那种结构里，主动权都很有限，手脚是被框着的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真不是个人能左右的。诚意在欢瑞那8年，合约到2026年1月18号才正式到期，不再续约。8年，整整8年，他是在一个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体系里走的。好，到这儿我得停一下，按照规矩，我得把另一种声音也摆出来。下面这段我先把反方的声音整理一下，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网上这2个月有种说法，说诚意短时间丢了10多个代言，商业价值断崖式下跌。这个说法传得还挺凶，但你要是真去扒一扒，你猜怎么着？大多数所谓丢代言，其实是品牌合约到期，正常的商业周期。这个圈子里代言到期换人太正常了，跟掉不掉没关系。而且关键是，好几个品牌官方自己出来澄清过，说合作愉快。是一些营销号把这些到期信息拆散了，剪辑了，重新拼时间线，然后批量发文，控评刷屏，靠造谣涨粉。说白了，火候没到硬凑，这话我说的是那些营销号啊，不是诚意。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这份声明，它恰恰就是冲着这个来的。正因为谣言已经越过了吃瓜的底线，变成针对性的恶意诽谤，团队才必须出手。这不是小题大做，
这是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对真心支持他的人来说，这种我替你们把脏东西清掉的态度，本身就值得被看见。行，回到正题，现在说这期最核心的一个点，落款学。我跟你讲，这份声明真正的重点，根本不在他写了什么，在他谁盖的章。过去诚毅工作室盖章，用的是永康奇缘影视文化工作室，这是个2018年成立的个人独资工作室。而这一次，第一次换成了厦门晨起奇缘影视传媒有限公司。这两个主体的切换，背后的分量，我得给你算清楚。厦门晨起奇缘这家公司2023年成立，诚毅本人持股 99%， 自己担任执行董事。99%， 这意味着什么？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这家公司基本就是他自己的。从一个被公司签的艺人，到一个自己当老板、自己盖章授权的人，这一步跨度有多大？你品品。而且声明里还藏了一条特别狠的规则，今后所有商务合作必须拿着厦门晨起奇缘盖章的授权文书才算数，没有这个章的，全部跟艺人无关。你看，这一下子干了两件事。第一，把前面说的那种冒名骗商单、骗粉丝的漏洞，从根上又堵死了一层。第二，等于公开宣告，商务的主导权现在完完全全在我自己手里。这哪是普通维权啊，这是落子。下棋的人都知道，有时候一手看似防守的棋，走的其实是整盘的格局。诚毅这步，气的是过去那种被动，僵的是未来的自主。说到这儿，我得补一句关于这份声明的气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份声明读起来特别冷？不骂街，不卖惨，不来那套我们感到深深的愤怒与遗憾。它就是干巴巴地，发生了什么，我们取证了，法律后果是什么，商务规则改成什么样，完事。这个圈子里太多声明是反着来的，情绪拉满，强烈谴责，深感痛心，看着很有气势，但你读完记不住任何有效信息。而诚毅这份情绪是零，信息密度是满的。这种 style 其实特别 professional， 他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委屈的艺人在喊冤，是一个公司在依法处理一桩商业纠纷。等等，我得自己揪一下，我前面说情绪是零，这话说的有点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，是情绪被克制到了最低，把空间全留给了事实和法律。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成熟。不瞒你说，做这期之前，我也是查了半天资料才回过味儿来。原来从2018年那个工作室，到2023年注册厦门公司，再到2026年合约一到期就立刻切章，这根本不是临时起意，这是铺了好几年的一盘棋，一步一步，稳稳当当。粉丝把晨起奇缘解读成晨光初起，奔赴新城。我一开始觉得这是粉丝滤镜，后来想想还真挺贴。那我说说我的判断哈。我的看法是，这份声明是诚毅从演员到事业掌舵者的一个分水岭。表面上是一则反诈维权的声明，实际上是一个人花了8年时间，终于把方向盘攥回到自己手里的信号。过去那些看似的被动，在我看来不是没动作。你看，从 To 签到电子明信片，互粉的是一直在做，只是手被结构框着，现在框子解开了，第一个大动作就稳、准、狠。懂他的人会懂，这种安静的坚持本来就不容易，值得被看见。不过这份声明还有另一面，我今天故意没展开，就是为什么是厦门。厦门这2年其实正在变成影视产业一个挺关键的新枢纽，诚毅把公司主体放在那儿，绝对不只是注册的那么简单，里头还有更大的布局。这个点我留到下期，咱们专门聊一聊那个一直没什么人提，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细节。你怎么看这份声明？是普通维权，还是我说的分水岭？评论区告诉我。